家好，我上一次有拍一片，就是关于讲汽车加装一些电装品。我应该在这边解释一下，就是电装品的意思就是使用电的东西加装上去的。在那一片里面，我是拿了一颗逆电流，然后一颗外挂的锂铁电池做示意。我先讲一下，我并不是说装那个一定就会有危险，只是毕竟那个东西它本身会有蓄电的功能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点，在这边做澄清。然后因为今天我要装日行灯，那以我们这型车来讲，因为我的是小圆气的前保杆，所以我选择是装在这边。我里面是有贴那个双面胶，但是我怕双面胶会掉，然后我里面是贴双面胶，然后外面这一圈我是用热熔胶加固，这样子应该是比较稳当。然后关于日行灯的安装，可能很多朋友会直接买那个电压开关，就简称的日行灯开关。我在进站装行车记录器那一片，就是找龙头、电门锁、电源、联动电源那一片里面，我那颗就有装。但是说实在话，那个东西我用过几次，我觉得它的损坏率还蛮高的，而且毕竟零件越多，出现故障的几率就越高了。那回到汽车装日行灯这边，如果你们有那个预算，就是觉得日行灯开关好用的话，就线拉一拉，直接接电瓶就可以。因为日行灯开关它的工作原理就是，一般我们的电瓶在没有发动的时候，它的电压多半都在12.5左右。然后日行灯开关的话，它的启动电压是13.5上下。可能每家厂商做的不一样，但是一般都是以13.5为一个基准。因为我们车发动以后，当发电机开始工作，电压就会升高，多半至少都会升到13.5以上啊。所以这时候就会触动那个日行灯开关，它就会开始供电。那因为我对那个东西，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有好有坏啦，所以我这次选择我就不装日行灯开关，我是直接吃小灯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以我这型车来讲，我本来想要在这边看能不能找到跟电门锁联动的电源，结果这边找不到，唯一能够找到的就是小灯开关、小灯电源。就我们开小灯，它就会通电。然后以我的例子的话，因为这型车它的保险丝盒显示还是英文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一颗，上面是写 FOG 15A 的，各位可以看一下电表，正常。好，你看哦，没有电，对不对？然后小灯灯泡没有亮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开一下小灯。好，小灯亮了，然后这一颗
它的电压又上来了，所以表示这个保险丝它是跟小灯一起做动，所以我的日行灯电源我是想要吃在这边，因为日行灯 LED 的它的耗电量很低，应该是不会对小灯造成什么干扰。那基本上其实这个不分车型啊，如果你们是别型车种的话，大概就是像我刚刚一样，先把钥匙不用开，然后你先这样子每个量，你看哪个，你先去找钥匙没开的时候，它不会有电源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像这个，我电门锁没开，然后就是我都没有用电，它这几个就本身就会有电，所以这个就不适合。然后量到最后，像你要去找一个你没有开电门锁、没有开灯、开小灯的情况下，它不会有电。但是当你把电门锁打开，或者说小灯开关打开以后，它会跑电上来的，那个就是你要的电源来源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像我现在小灯是关的，它就没电源。然后只要当我把小灯点亮，它的电就上来了。这个是在接外接电源的时候比较安全的方式啦，因为基本上它本身有保险丝，然后就算保险丝失效，它最多损坏的就是小灯。那我接线的方式就是我正电吃保险丝，然后副电的话，我就直接找附近一个搭铁接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要接保险丝，一般来说，可能很多人就是把电线缠在保险丝的这个头上，然后插进去。但是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你在塞不好塞。然后我是把保险丝的一个角的塑胶融开，拿焊枪，或者说你拿刀片，只要把它割开，露出尾巴的这个金属，这个像这样子，然后再焊一条电线上去，它就可以使用了。你就把原来的保险丝拔起来，插下去，然后它就直接再接你要安装的电器上就可以了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先把灯啊电线接一接。好了，装好了。我的接线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保险丝上面切一个，就是把保险丝一角切掉，然后焊上一条电线，这样直接拉出来，你的保险丝也不会很难塞。然后我的副电就直接在旁边找个搭铁就上去了，因为像我们这型车，它的保险丝盒盖子这边有个缺口，所以我这条线就直接会往这边跑出来。这个缺口刚好就是对应这边，所以我等一下，因为毕竟电线尽量不要去压它，就这样子，再把盖子盖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我电线的跑法，我都是尽量跑水箱框架这边，因为原厂
你在水箱框架下面就有一把电线，有没有？我的线头在那边，因为这个线头比较大，塞不进去，然后全部都跑里面，然后再从这边下去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接。因为我的线我有点算错了，我本来是想要说包杆放在地上的时候，线还可以插得到，结果我这组线比较短，所以我只能先把它上去以后，才能试给各位看。有没有？还没有亮哦，都没有亮。小灯也还没有亮。然后我的钥匙是拔起来的，因为小灯基本上不用，它是不经过电门锁。然后我现在开小灯，好，小灯亮了，这样子我的灯就亮了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亮了，就是我的日行灯，它是跟着小灯跑。如果我想要改回就是电压开关的话，我只要把保险丝还原以后，然后直接再接电瓶，再透过电压开关、日行灯开关接电瓶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验车上出问题的话，我是知道现在验车还没有在管日行灯这边。那如果真的不幸被撩的话，就把保险丝拔掉，换原来的保险丝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跑线就大概可能剩这边稍微会被看到，其他的话我都是按照原车的线组下去跑。有没有？亮的，亮的。好，把小灯关掉。小灯灭了，日行灯灭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们在接线的时候，我举个例子，我是建议真的接线都一定要用热缩套。像接线的时候，是不是热缩套我们先剪一截，放着套进来，然后当我们这两把线扭转的时候，你热缩套上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哦，你不要说当我们两组线结合好以后，当热缩套上去烤完，用打火机烤嘛，热缩套用打火机烤，烤完以后你要做检查哦，你要注意看热缩套有没有被这个电线戳穿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你们要注意，不是说热缩套上去就没事了，基本上就是你现在扭紧的时候，稍微顺一下，让这个电线不要站起来，稍微顺完以后，譬如说像这样子好了，像我们是这样卷完以后，像这有时候很容易把热缩套戳破，所以在热缩套上去之前，稍微的顺一下，把电线顺稳一点，然后热缩套套上去，
拿打火机烤，烤完以后要记得做检查，确定电线没有把热缩套戳破，这样子才最安全。因为毕竟说实在话，在引擎室里面的东西，尤其是用电的，应该这么说好了，DIY 或者说改装，最恐怖的两样东西就是油路跟电路，这两个东西是改装的算很危险的区域了。因为你油路，比如说油管啊、汽油压力阀那些东西，如果你没有装好的话，漏油它很容易就直接就烧起来。然后电也是，电你如果像我刚刚讲的，你电线戳穿了热缩套，然后你没有注意的话，你把它固定在车上，因为车身都是负电，如果你刚好戳穿的那条又是正电的话，它这样的砰砰砰砰砰，没出事都没问题，如果一出事，可能也就是火烧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上一篇会谈到说电装品的危险，尤其是那种会蓄电的东西，因为它毕竟它正负极会跟电瓶直接做连接，然后它本身又蓄电，如果它内部电路或者说蓄电体本身出问题的话，很有可能一瞬间就直接烧掉。尤其现在电动车很流行，很多电车烧起来，那个真的一烧就没办法阻止的，那个只能让它自己这样慢慢烧完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如何去找出那个可以控制的电源来做利用，然后引擎室里面的电线的安装，然后安全性的问题跟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大致就这样子咯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